天瑞宝辉宝是着急下班的一天，从中午开始，姐妹俩就不想营业，想要跟着妈妈回家。宋3岁给姐妹俩哄了半天，才让其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随着瑞宝辉宝的长大，开始不好。以前抢着来上班，现在迫不及待的等下班。不过这个现象，爷爷们早已准备好了许多应对之策，因为以前福宝都给爷爷们磨练出来了。福宝也是从每天盼望着去室外，慢慢变化，到了下班点就往家跑的。江爷爷想让福宝在家里陪自己玩一会儿，都要用哄的，哄着福宝在斜坡上玩滑滑梯，满足爷爷一次期待后，福宝又爬上去等爷爷开门。看到爷爷还不开门，福宝就躺下撒娇打滚。这个时期里，不仅上班困难，福宝回家也是爷爷来接福宝。福宝起身让爷爷走开，表示自己不回去。所以以前回家一半以上的次数都是要饲养员们抬的，如果不注意，还会被福宝偷偷溜走，让爷爷在园区四处抓福宝。下班都得是连拉带拽的。不过随着福宝的长大，福宝明白了上班的意义，慢慢就开始主动等下班了。最后就还没等到下班点呢，福宝就坐在通道门口等了。为了哄福宝再多待一会儿，爷爷只能不断给福宝投喂。福宝和辉宝在雪地里闹，你一拳我一拳，从台子上一路打到斜坡。妹妹辉宝落了下来，辉宝被瑞宝一巴掌推到了斜坡下面，正生着闷气。辉宝的小短腿蹬了半天，可算是爬上来了。可没成想，瑞宝抬腿又把辉宝推了下去。有仇必报的辉宝会咽下这口气吗？他慢慢接近小台子，渐渐靠近瑞宝。这难道是要和好如初吗？瑞宝突然拍了辉宝一下，拍完拔腿就溜了。辉宝一愣神，才发现自己又被瑞宝捉弄了，赶紧追了上去。糟糕，瑞宝不小心滑到下面去了。这一下算是回归好机会。辉宝气势汹汹的张开身子就压住了瑞宝，瑞宝连吃了好几个巴掌。辉宝看样子稳居上风了，瞬息间瑞宝抓到了机会脱困。辉宝想赶上去，却又被姐姐瑞宝不断推下来。瑞宝靠着大长腿很快就爬了上来，而辉宝的土豆腿在这时候又吃瘪了，爬到一半又溜下去，真的好可爱。平时瑞宝其实是文静女神一枚，但今天格外活跃，应该就是下雪的缘故，让姐妹俩兴奋坏了。喜欢雪的当然不只有小家伙瑞宝辉宝，他们的老爸乐宝也是非常喜欢雪的。为了能让乐宝玩得更舒适一些，江爷爷和圣希阿姨一起来到园区，先给乐宝的园区收拾了一番。江爷爷用竹竿拍打着竹林上覆盖的雪，以及乐宝常爬的树也进行了清理。姨姨们表示这活自己，因为江爷爷这活干得看上去很快乐。江爷爷玩完走后，圣希阿姨又来了。圣希阿姨在乐宝园区用模具堆起了雪人，姨姨们表示这些工作自己都可以免费干。一会儿，乐宝走了进来。年满12岁的乐宝在面对雪时也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，他在雪地里不断打滚，让雪裹满全身。一会儿，乐宝来到了小亭子上，发现自己的脚丫沾满了雪。作为宝家最爱干净的大熊猫，开始舔起了脚丫。除了爱干净以外，是乐宝发现自己的脚趾被化掉的雪粘在一起了。虽然动作不雅观，但是真的好可爱。大家不用担心他们会感冒，熊在厚厚的绒毛保护下，其实很暖和。正因如此，熊猫其实喜冷怕热，一到初雪的时候，它们就会表现得非常兴奋。爷爷闪现在辉宝的身后，给正爬树爬到一半的辉宝抱了下来。如果再晚一点，今晚江爷爷以及另外14名饲养员将会又要回家的时间。江爷爷从树上给辉宝抱下来后，直接一路抱到了通道门口。早上江爷爷还以为最头疼的会是瑞宝，因为瑞宝又不想去室外了。瑞宝感觉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很舒服，而且通过观景竹叶的晃动，姨姨们也能看到空调的出风量，这让瑞宝在室内园区待着哪也不想去。但当辉宝出门后，才明白原来辉宝才是最令人头疼的。起初江爷爷只用温柔的话语哄着辉宝，甜蜜的话都偷偷背着瑞宝对辉宝讲了，而辉宝也在爷爷的甜言蜜语攻势下，内心的防线开始松动。辉宝这时小手已经开始下来了，但当要迈出小脚时，辉宝却又收了回去，重新躺了下来。江爷爷眼看空着手来，确实不太能成功，江爷爷便又折返回去给辉宝去拿小零食。当江爷爷第二次赶来时，辉宝就配合很多了，还没等爷爷开始哄辉宝，就开始从树上往下爬了。江爷爷在下面扶着辉宝，防止辉宝掉下来。看到辉宝下来时，又抚摸了一下辉宝，夸辉宝做得真棒。江爷爷一边加油打气辉宝，一边往下爬。就在江爷爷以为就要结束时，揉了揉辉宝，准备转头往回躲时，辉宝这里转头又睡下来了。见状，江爷爷赶紧回来，抓住了刚爬到一半的辉宝，给辉宝从树上抱了下来，然后一路抱回了家。辉宝这体格子都快有爷爷一半高了，
长得是真快啊！瑞宝、辉宝有过了偷吃妈妈零食的行为，圣熙姨母现在都不敢在爱宝来之前将零食放在园区里。下午，圣熙姨母来到园区为爱宝添加竹子，不过此时瑞宝、辉宝都醒了，在园区像是街溜子一样，什么造型都有。姨母这时先是给爱宝吃剩的旧竹子进行了收拾，辉宝这里就乖乖趴在小亭子上负责监工，仔细盯着姨母打扫卫生，同时再给姨母添乱，问姨母要点小零食。姨母走到哪儿，辉宝跟到哪儿。姨母看到辉宝的乖巧，也不扫辉宝的兴，将手里的胡萝卜掰了一小块给了辉宝。吃到小零食的辉宝更加离不开姨母了，就这样一直跟着姨母，而瑞宝就这样一直在树上看着。瑞宝在密谋着更大的事情。姨母这时打扫完竹子，放下了爱宝的小零食离开。瑞宝这里的计划开始了，看到姨母走了，立马从树上下来，准备去偷妈妈的窝头，但是还没成功，姨母就又走了回来，给窝头带走了。瑞宝的计划落了空，但是姨母并没有亏待瑞宝，转身又回来喂了瑞宝一块胡萝卜。老宋头又来隔壁的蝴蝶馆串门了，想起上次老宋头来蝴蝶馆为福宝借走的那几只蝴蝶，到现在也没还。逛完蝴蝶馆，老宋头回去的路上又偶遇了几根竹子，这大竹子老宋头怎么能忍住不拿呢？直接拿来工具，3两下全部都给其裁剪了，带回了宝家。乐宝吃大的，瑞宝、辉宝吃小的。除此之外，老宋头这周还发了自己赌辉宝小瀑布的群过来，这要是让辉宝看了，不得打死老宋头。老宋头除了用木头进行添堵在外围，还又用石头进行了2层，之后又进行了第3层的冰雪覆盖。不过老宋头之所以覆盖上冰雪，是为了让瑞宝、辉宝玩冰雪滑滑梯的。老宋头还特意示范了一下，果然还是宋3岁最会玩。瑞宝、辉宝要明白宋3岁的心思。宋3岁玩得越来越上瘾，一连滑了好几次。第二天，宋3岁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瑞宝、辉宝。不过瑞宝、辉宝此时一心都在宋3岁手上的小零食上。宋3岁一边投喂小零食，一边训练姐妹俩用体检台。辉宝现在用的是炉火纯青了，只是手不够长，而瑞宝这儿直接将头放在了体检台上。瑞宝感觉这样很舒服，而且可以直接吃到小苹果。瑞宝见宋3岁迟迟不投喂，只好敷衍了一下宋3岁，将手伸了出来。一会儿轮到乐宝体检了，最近乐宝的情况有所稳定，体检和吃小零食时都不再那般急躁了。而此时的爱宝早早的就坐在体检台前等奶爸了，而爱宝的体检也是最快速，让宋3岁最轻松。爱宝是宝家最让饲养员省心的，在爷爷们心中，爱宝就是大熊猫界最完美的熊猫。宝对室外向往了一天，在下午临下班时，终于踏上了室外园区的雪地。姨母和永宽为乐宝来室外做了充足的准备。姨母和永宽为乐宝制作了2个雪人，做雪人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乐宝玩耍了。一会儿，乐宝来到园区后，径直爬上了小亭子。乐宝先是吃了一会儿自己的小零食，补充了一下体力，稍微吃了几口就开始玩耍了，就连雪人上的窝头都没注意到，抱着姨母堆的雪人头一顿磨蹭，没几秒就给雪人头蹭了个粉碎。蹭了一会儿后，才发现刚才掉落的窝头，乐宝又停了下来，先将窝头吃掉。吃完窝头后，乐宝才开始正式享受着厚厚的白雪。乐宝从小亭子上下，来到了永宽堆的雪人前。乐宝一个熊抱雪人碎一半，爷爷忙碌2小时，乐宝使用2分钟。当然，姨母也没有忘记瑞宝、辉宝。姨母堆了2个小雪人，送来给瑞宝、辉宝，还在上面插了小苹果。姐妹俩对这迷你小雪人也很是喜欢，尤其是辉宝吃完小苹果后，捧起小雪人放在自己身上一番宠溺，表现出了简直不要太喜欢的样子。辉宝总是懂得如何给人提供情绪价值，而姨母也被辉宝这玩耍小雪人的样子哄得很是开心。